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位刀妹绝活哥的一个上单兑现情况，还有出装符文搭配。像这局的话，因为看到对方是有猴子和莉莉娅这种团战的，对面就是这边是没有前排的，但是打团的话，已经判定了后期打团就没那么容易。而且猴子的话，出肉猴子前期都没那么好打，就像肉兰博一样，肉猴子、肉兰博还有肉波比，就是现在的三大上单 T0啊，就很变态。说实话，现在，而且前期的话，刀妹在前期也不好打得过他，打不太过，因为猴子的 Q 技能它很高，如果被对面上去吃线，被对面Q 技能敲一下，然后小兵打到的话，是完全打不了。这里其实对面可以用 Q 打一下的，但对面没有选择过来打。这里的话，被动叠满了，有兵的过来 A 一下，有屏障，但对面拉开了，直接拉开。你看到没有？这里面就是前期不好打猴子，就猴子前期伤害很高。然后他出了肉以后，你就发现你又打不过他，你知道吧？刚刚直接对面猴子也是很细啊，闪现进草，然后后面 E 技能跟接 Q 就把刀妹给秒掉了，还行吧。这种前期确实没那么好打，但5级以后刀妹可以尝试操作一波，有了2级 Q。这里的话，先回家把重伤给做了，因为猴子的 Q 是敲人是有那个回复效果的。像这种情况下的话，破败可能要提早做吧，因为对方你有优势你就先做幽梦啊。如果你打肉你没优势，那你尽早做破败，然后去带线。不要做破败的话，不要太早去打团，因为你没有坦度，你进场可能就直接被秒。我跟你说，这面莉莉娅跑过来，拉开身位 ，W 扛住减控制啊，但是没办法，对面有闪现跑了。有点想操作对方，然后这主播是知道莉莉娅是在附近的。那这把的话，前期是没有优势的，然后我们看看绝后哥怎么去慢慢的一步一步打回来，然后最终拿到 MVP。现在 MVP 没以前那么好拿了，我跟你说，现在你只要失误或者说你顺风。你一直中间有个空档期没打输出，你可能 MVP 就送到射手身上去了。这里的话5级打6级没那么好打。这里的话1技能没拉到，拉空了。拉到的话还能消耗多一下，就过来 A 一下大招，对面上点燃2技能扛一下伤害。完了，这里的话还有屏障，对面接一个 Q 吗？猜一下，对面躲掉了2个 E， 如果没躲掉的话，对方应该可以死的。控制没打到对方身上，还能打得过。这里面能打得过，为什么能打得过？就是因为他是绝活，所以能打得过哈。大家吸取他的教训。前面的教训就好了，但说实话，对面猴子玩的也很好。如果对面做了反甲的话，他选择做了那个日炎的话，其实还能打，就是做日炎的这套装备。如果他真做了反甲了，那这样的话很难打了，这样刀妹是没有续航的。
对面假猴能规避伤害，这是他妈最难受的。哦，这里大招，二技能，大体啊，但是还是被烫死了。前期0-3了。啊，这里也提供了你们打不过刀妹该怎么去打刀妹了吧？啊，猴子掏出来，是吧？但前期你没有对方猴子那种操作的话，其实也没那么好打。而且对面猴子是不差的，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小绝活。但有莉莉娅帮忙，所以才能争取这么大的优势。不然的话，九猴哥这边也算是可以接近5-5开吧，应该4-6开。啊，九猴哥是4，然后猴子是5。那这里的话跑去下路了，下路的话是有优势嘛？下路避其锋芒，然后去选择找对面射手嘛，挑软柿子捏。但对面好像不推了。对面寒冰敢不敢过来？不敢，太稳了。那这样的话，队友上面是有优势。这局的话，就从劣势开始看啊，怎么慢慢打出优势。这里的话，捡到人头，找到机会了。刀妹就是这英雄，现在自从上次加强以后，现在的优势。这边是这个九猴哥有点分不太清楚这真假猴在哪边。那他用派克的话得死掉了。这假猴，我天，这猴子玩得很好。这里捡了2个人头，慢慢的也算有点回来了。虽然说前期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位九猴哥对假猴真猴受他弄得有点懵。这塔的话是推不掉，对面猴子做了可血战斧，搭配那个，搭配那个啥来的？哦，搭配那个日炎，清线能力是很快的。这里的话，尽量不去线上跟他对。虽然说这把对面 AP 比较多，但如果说你想要单带，就是利用单带去牵制对方的话，你还是得那个。这里的话上来打一套，但没有很好的机会。一技能拉控制一下，回来接 Q， 秒掉对面的射手。猴子的话是不打算过来了，这样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兵找机会。一技能，但对面直接交闪现了，哈哈哈，被吓到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刀妹的操作对面是会怕的。就是有时候你会这样子，就是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遇到厉害的人，你对他的忌惮，就像 LPL 遇到 Faker 一样，你内心的心里你就会有一种对他的一种怕他真敢操作你，你知道吧？那种感觉。然后你又没办法去，就是没办法还手的那种状态。这里的话觉得可以了，把装备做得出来，然后可以跟对方猴子打。但这边因为是做的破败这个英雄，对于单挑然后去打肉的时候是有一定优势的。
哦，这里再和他打了起来，但猴子的话又跑去下路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上路一塔可以吃掉。这里上来，没有太多机会了。哎呀，又被对面搞。那直接再回的话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，赶紧再把这波兵线清掉，然后回家，准备去那个打龙了。对面猴子的话一直在打团，这里的话对面是一直在打团，然后限制那个射手的发育。这里过来打一套，对面技能交的差不多了，先秒这个脆的，不要着急去打肉。但这里后排又被对面猴子给切了，还好派克吃到人头，派克吃到人头的话是有赏金的。有兵的话其实可以打操作，刀妹有兵和没有兵线是两回事。没有大招，有大招的话可以上。那这条龙的话是拿不了了。这也可以看到，你选择做那个破败的话，破败之刃这件装备的话，你就是比较脆，没太多容错。这里3项做出来的话，团战就会好打很多。然后再把这个借弓给做出来，有优势的情况下，一定是先做那个3项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中期团战你一定是可以打得很，就是可以压制对方的。这一技能拉到对方，这边的话，派克玩得很不错，一直能骚扰到对面的后排。这里 Q 过来，再找到辅助射手，秒掉这个寒冰。这里的话，假装打猴子，其实在等莉莉娅，然后莉莉娅也直接被秒掉了，可以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局面就已经变成顺风局了，可以直接来拿大龙。刀妹的血量是比较健康的。必须得站到上面来，拉到，直接收掉这个辅助。啊，有眼看到了。这里的话必须得有一个人在上面站岗，因为左边是没有肉的。如果你不站岗，对面在上面丢技能，很容易说拿了龙以后掉点，然后那就很难说去做一个推进的。像第一条小龙，如果你掉点，就基本上做不了推进，除非你有某一个是吧射手优势，就手长的英雄中单或者说射手优势特别大，你可以一个人拼。一举之力把兵线给推过去，又能打到消耗。这里的话，酒后哥老想着去找对面的猴子。这里的话，刀妹酒后哥是有点想找对面报仇，哎，找到机会了，拉住！对面有假猴吗？现在才放假猴，那就没得跑喽。过不去啊 ，Q 技能不够。对面把对面闪现打出来已经可以了，再等一波机会，看对面猴子出不出来。哦，不在。
这里队友的话是玩的还不错的。这把的话，说实话，确实因为有队友那边辐射，所以这波团战打的算没那么差。如果说这边猴子发育那么好，然后刀妹又限制不了他，然后团战的时候，其实队友们那边没有优势，不好打的。不过我们还有下一局，下一局的话就是比较顺风的那种，也不叫顺风吧，就是上路有优势，去辐射到其他队友身上。对面可以看到，酒猴哥这边就算玩的再差是吧，但经济上面是不会差的。中路兵线清到嘛，还是得时刻关注对方的位置。这里过来拉住猴子，猴子的话没有放假身。卢锡安的话血量是不是很健康的？这里把龙给拿到。那这边两边是没有，对面拿了一条龙了，所以这个龙魂是没有了。0-3打到了8-3，变成了超神。这里的话算是凭实力刷出来了，因为他都是去了边路，然后时不时在打团的时候刷一下中路线。这个过程野区的话都是在射手在拿，好像。因为确实更多的选择了去边带嘛，边带的过程中呢，去找机会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这队友是有多恨对面的辅助啊！这里上来打一套艾欧利亚直接大招上来，二技能接 Q 秒掉，这里拉住眩晕再 Q， 派克收掉了都是派克的人头。对面的这边冰女丽桑卓这是有多恨对方直接闪现过去给大招，那洛都没机会跑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第一局的话就这么结束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局吧。这里的话，我们来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，就是上单4姐妹还是5姐妹的对战。上单4姐妹刀妹、瑞文，然后还有青钢影，还有个谁阿卡丽吗？忘了。那我们看这局。这个皮肤还是蛮好看的，我感觉就是像眉清目秀的那种感觉，粉粉的，我天！对面的瑞文在面前乱蹦乱跳的，等你跳完就是你被打的时候，我去，这里等下一波换线的话是赚的。别看刀妹血量低，刀妹是通过清兵线，然后等对面把E交了，这里的话，这里被人扭掉了，这个有点亏不过还好忍住了，没有开屏障，很稳。那波比的话来了，对面跑不掉吗？当然波比可以收掉了。这里面酒后哥想单杀对方，所以不去帮，反倒是打野送了个人头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酒后哥这边吃大锅。
不过对面瑞文是有闪的，其实想杀的话，对面早点交闪，你这边上去的话，其实没有太多办法。这里的话不能回了的话，等级优势可能就没了。这里的话可以升5级，有优势。卡一波兵线，对方知道刀妹要升5了，肯定不敢打。对面的瑞文也是很稳啊。这里酒后哥很想杀他，因为这波其实可以找机会想杀他，因为杀完他的话，这波兵线他亏麻了，起码可以压1000经济的。哦，但这样的话，大招过来，反倒是被反杀了。原来对面闪现没交的，他以为这里绝猴哥的话，以为刀妹前期啊，就是瑞文前期被那个波比打出了那个闪现，反倒是这边被反杀了。这里波比diss 了一下这个刀妹。可以看到这2局的对线都是有点东西的。哦，被晕住啊！对面做了小重伤，这里上来打一套，直接接 Q， 秒掉对面的维恩瑞文，老是念错字，感觉今天吃的饭有点饱，有点晕碳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上来秒掉对方。这里的话想来直接反掉对方的蓝哦。但是对面辅助怎么会在这呢？对，豹女来了，赶紧撤，有点跑不掉的感觉。哦，1技能拉中了。对面接闪屏障，2技能拉住，但没机会了。对面辅助这样子过来的话，双人路其实应该给压力的，但双人路还在那里回家。我天！太贪了。这里确实前期看得出来，这绝猴哥玩的有点随意了。是我也会喷的这种就是会说2句这种队友。看他怎么去打吧，有点折磨队友就是了。被拉住，上来打一套，对面的瑞文打不过的。刀妹只要叠满了，他的操作能力、操作空间肯定不是那个能比的呀。然后等3项做出来，对面的瑞文彻底就没有兑现能力了。如果说刚刚还有一些希望，那现在是彻底没了，把最后一层塔皮吃掉。那边瑞文的话是兵线没吃到，然后人头又送出去了。1-2的那个刀妹，刚刚1-2的刀妹单杀4-1的瑞文。这里的话过来叠一下 Q 先，龙吃到了可以，但这边的话
没有吃到损武，但过来拉一下没有命中，大招命中了，可以上来，但被戳了一下，眩晕了。哦，不是戳的，原来是寒冰的大招，我去，这个寒冰的大招真的给的猝不及防啊，真的是给的真的有点难受，我天。虽然说对面也反戳了一下，在这里的话过来直接越，但 E 没有拉到，队友扛了，又扛塔了，直接上去可以把塔 A 掉了，然后把这个寒冰给收掉，过来再把这个辅助的话有点肉，不太好打。两边的话互换辅助吗？E 技能拉过来，拉住这个辅助的话先收掉，大招有了。这里的话蓝量并不是很健康，大招放不出来，只能切过平 A 收掉对方瑞文。就这里面可以看出来，纯是那个刀妹的那个什么刀妹的那个熟练度去打这种基本功的。说实话，打的并不是很帅气啊！这里面酒后哥说啊，要认真起来了。把野吃了，中路打团了，这样的话让他们打吧。然后这里刀妹的话过来，因为本来就少人的，你过去的话也并不是很能造成什么很大的优势，守塔就行了，让队友守塔。也有可能这局我跟你说，这两局都估计是酒后哥故意的。这个红的话反不了，对面豹女在这过来有那个净化解掉以后往后拉就行了。对面不追的话，那就不打了。这里的话还是要做一个那个破败啊。因为破败的话打肉会比较舒服一些，对面有肉，秒不掉的话还是比较难受的。这波比啊，从最开始对酒后哥是有一种怀恨在心的那种感觉，这里还在打，队友还在送，那看待会找一波机会吧。这里上来，对面两个人的话，必须得往后拉，闪现交了，都是人呐。这里寒冰的大招支援到，拉住一下，救不了。这里红的话，还是没有被对面抢掉，还好。对面这边好像还有一个豹女在的，撤了。这把没有魔抗，还没有做魔抗，所以对面法术伤害还是蛮高的。像这种需要的话，估计会后期做一个引魔刀。如果你觉得容错太低，这里直接选择先开龙。对面挂了损武的，损武飞，波比被控住了，不怕，大龙拿到小龙拿到手，过来直接找对面的射手。这里再回头。然后这里的话来找机会，看看对面过不过来，有眼好像。这里面酒后哥说这个皮肤很好看，但是手感并不是很好。
就是E技能老是感觉怪怪的，手感上不一样。这里知道阿卡丽会来找他辅助，这个辅助一直在找，然后有这个辅助在的话，其实有控制不好操作。这里找机会先秒掉对面豹女。阿卡丽伤害太高了，躲掉损武 Q 过来，兵线来了，这样的话有可能活下来，但射手在，哎，闪现再拉开，啊，那这样的话对面技能全交，这波团战啊，这又是凭个人实力在那操作是吧？完了。这今天出现了一个那个刀妹啊，这刀妹在天上飞，我天！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塔的话可以直接推掉了。这里过来直接想越塔，但没想到后面有个阿卡丽2技能抵消到他的伤害，过来接 Q 接平垒收掉。不用怕控制，因为有进化的。对面想操作吗？不敢，因为兵线来了。兵线有兵线的刀妹其实没那么好操作。这里的话拉过来，秒掉对面的射手，然后这边另外一边拉开，是吧？深藏功与名啊，是吧？对面对文过来找了，不担心。这里的话选择做了破剑子，因为这种就是出装的话，刀妹的话恒星装备做出来以后，后续的话你要看情况去做。这局的话没有太多的肉，对面有肉辅不是，这虽然说这边有波比啊，但这里的话选择想去单带，去分割对面的战场，不想说啊团战里面去打。队友团战打的好像并不是很理想，因为打野波比的话，它并不是那种全肉波比，全肉波比另外一回事，可以扛很久。半输出的话，终究还是有一定的坦度的。对面又来了，这样的话射手没了哦。是辅助没了是吧？哦，射手没了，没想到是找到了射手。这里的话有个辅助在后面，瑞文在后面，先秒掉瑞文，没大招了。这里的话等对面技能放差不多再拉扯一下先。哎，反倒是这里闪现接 Q 秒掉，在2技能有屏障的，这里过来有屏障挡一下。那这局的话就这么轻松的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啦，拜拜，这期就到这了。